雨下大了，小伙伴们。哦，哦。哎，大家伙儿早喽！6月20号星期六，又是平天先生的早训练。从昨天夜里到现在一直在下雨，今天人可能不会太多，但是今天有朋友来了啊。今天一起再跑一个15到20吧，一点都不凉快，跟蒸笼一样。开始之前，我们先祝大河源先生生日快乐，生日快乐，生日快乐！又是一年。我们两个刚认识的时候是他生日前几天，3年前。今天是我们认识以后他的第3个生日。我要特别，我要把镜头吸上2只手，要特别感谢一下大河源先生，特别感谢一下。这3年，大河源先生给了我好多力量啊，介绍我加入这个大人的早训练，认识这么多朋友，这些其实你在异乡是很难的。特别感谢大河源先生，又介绍我这么多比赛，还有场地赛。明天要去一家在大阪市中心的咖喱店，是一对跑者夫妇开的，女士2小时30多，男士2小时20多。大河源先生一直跟我说有这么一家店存在，1个月好像就开几天。明天他们的店开业，就是营业，明天我们去，先接水啊。这雨下的一点都不凉快，我从家热身过来5分配3公里，就已经出汗，把身上都弄湿透了，都不是雨弄的。昨天休息了1天，昨天休息日，小腿终于好起来，现在几乎不疼了。这一场场地赛，每年的第一场场地赛都这样，跟大家带个水，它冻成冰块似的。我的水已经放过去了，绝对速度确实是不行。你让我拼了命去跑一个，咱们就跑一个400，我想进65秒也难上加难。但是很多人其实你拼命跑一个400，就我要的这个成绩不算什么。就关于这种课跑多快，其实也重要也不重要。今天我也不知道，每次都不知道，大家先就是集合了再商量。那天有小伙伴问我说：“哎，你的马配3分40到3分45，那加20秒跑是到阈值了吗？就是能到阈值吗？”我明白他的意思，就是不同的成绩或者不同阶段的跑者是不一样的。你看，比方说你是一位4小时的选手，5分40是你的马配，但是这5分40离你的 LTR 应该是挺远的。我们集合了，我们先拍照，待会儿再说。看今天训练之前，跟大家把配速这事儿简单分享。你跑得越快，就马拉松业余爱好者最后的进步是压榨的什么呢？是压榨的你在全马拉松赛场上你的配速和你的阈值配速之间的差。一开始是我们的阈值配速在往上加，然后紧随着呢马拉松配速也往上加，再慢慢的，你的阈值配速不可能一直加。每个人上限都有个天花板，加到一定程度，你可能你的 LTR 就很难再快了，或者再快很多了。但是马拉松你还想进步，比方说你的 LTR 可能还有3到5秒的空间，但你马拉松想进步10秒，那怎么办？那就得想办法提升自己的耐受力，让自己能在原来你可能比方说刚才咱们接着说破4的选手5分40的马配平均。这里边可能有走跑法，或者有慢有快，他平均下来5分40，5分40的人，他的 LTR 很有可能都在5分之内。那你说他的马配比他的 LTR 可能慢将近1分钟，那这样的话，他用比马配快20秒去跑节奏，我认为就是不合适的。就是我们所有的日常训练要按我们的阈值配速来划分，这个比较合理。你的间歇跑，至少你要跑到你的 LTR 更快，要快多一些，对吧？你的节奏跑，或者你的就比方说我就一个匀速的中速跑，那你在你的 LTR 慢几秒、10几秒这种，差不多20几秒都可以。这就看你今天想跑多累。一般像周6这种，你看我们跑3分50多，
那就比我的 LTR 慢多少？慢半分钟，对，差不多。我就觉得挺舒服。你要是就慢20秒呢，我就有点累。你要是比我的 LTR 慢10多秒呢，那就是我的马拉松配速，前几周跑的那个，对不对？就这么回事。然后你要是跑阈值，你要是跑6到8公里或者5到8公里，那努力的比 LTR 快2-3秒。如果你要是跑14、15公里，那就努力的别比 LTR 慢太多。就这么回事，是不是？你日常训练肯定得按这个来，因为日常训练短，你不可能日常训练跑40公里，所以你没有涉及到说我要掉速，我要去平均值的这件事儿。而马拉松，你一开始你跑不了，一口气跑不了42公里，你中间可能走2步，可能慢一点，可能掉一点，可能说我最后崩了，这些，它导致你马拉松配速不够快，和你的阈值快与慢没什么关系，它是你的有氧能力的事情。等什么时候马拉松跑到3小时15以内了，再去考虑说我是不是要提升我的能力。就比方说，你可以全场平均4分20跑下来，就像我那次纽约马拉松3小时02，我基本就是平均跑来的，甚至我后边稍微加了一点点，但是来不及了，跑不进3小时了，跑3小时02。那个时候我就该考虑是我的能力不够，就是我已经可以了，但是我没有这个实力，没有这个能力，那我想办法提升自己能力。之后那1年我就全力以赴的练对跑练跑阈值，跑速度，跑那种就是变速跑，然后很顺其自然的。第2年我就平均4分多少，4分10可能是，我都不记得了，2小时50多就拿下了，也没有掉速，也没有怎么样，就这么回事。插在我们训练之前，大家接着看我们的训练。好，4分。4分02。雨下大了，小伙伴们。3公里3分53。哦。哦。3公里3分45，我还有1公里。
来到。来到。嘿，孩子来到。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。お疲れ様です。虽然这镜头擦不出来了，因为手上不行，手上有油，人皮肤这个油脂从镜头上就不行，加上下雨，全湿透了。看，还下呢，一阵儿大一阵儿小。我今天还是就15，最近强度太多了啊！看看数据啊，58分55，平均配速3分55，运动表现出色，训练负荷中等，训练重点节奏，有氧效果提高3.3，无氧效果维持2.0。运动感受，叫有些累，对。最快1公里3分42，最大心率177，平均166。基本就是比我的马拉松强度低。我马拉松的全马平均配速大概是173，半马可能要177。我是就每个人其实，调动心率的表现不一样。对，累计爬升49米，步频204，平均步幅1.25米，垂直振幅比5.1，垂直振幅6.5厘米，平均触地时间162毫秒，825千卡。这天一下雨就跟蒸笼一样。但是气温应该不低，不出意外，大家今天看到的应该是新的数据层，这是我自己做的 APP， 回头我给它开源出来，就随便用，但是不能商用。我目前是这么想的，开源出来，然后再放到软件商店，就大家愿意支持就支持，不愿意支持就开源着用，可以自己改。我觉得挺好的啊，其实一大半是借助 AI 做的。但是我觉得，现在借助 AI 做这些事儿，就不管你是借助 AI 做教练，还是借助 AI 做软件，还是借助 AI 做金融等等，目前可能专业人员还是有专业人员的门槛，你起码还得知道怎么弄。来坐。这位先生一直特别努力，今天这你看我这腿上，我去，来。嚯，这怎么弄上的？我就是穿了双新袜子，这是新的境界的袜子，就是夏天的薄款。嚯，这刺激！行，我回家了。嘿，小伙伴们，冷山了不到3公里，回来了，走2步。今天20公里多一点，热身3公里，冷身不到3公里，一起跑了15公里，这全都湿透了。刚才把背心水拧了一下。它拧了一下，这水干的就特别快。你看，这现在基本上是干了，拧出不少水了。但是这种短裤，今天应该穿那个弹力褂。像这种天，我建议大家就穿压缩裤，就是贴身的半弹，别穿这种普通的。你看它湿了以后就糊腿，这种短裤平常不下雨的时候穿挺舒服的。大家看吧，我的联名款坎肩儿和那个弹力褂 Max 分裤，大家去某个绿颜色的图标的 APP 搜黑影 TV， 搜黑影就行，就搜黑影能看到我发过的文章，在那里边，现在还在卖，应该是还有货，特个别的尺码应该是没了。这雨下的一点都不凉快。行吧，那就这么着，今天下午咱们直播了。最后还是祝大家能努力生活，健康平安。咱们下回再见。